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能录多少集就录多少集，我尽量多说一点，然后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哦。这一期算是一个新闻的一个小趣事哦，有趣的事情。其实也刚好可以解释很多有关于酿造酒，不管是清酒或者是葡萄酒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共通性。我想一般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说，酿造酒最基本的就有3种酿造酒哦。第一个就是葡萄酒、清酒，还有白酒，就是啤酒。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类，就是葡萄酒是属于果实的酒，果实类的酒，然后啤酒和清酒是属于所谓的谷类的酒。当然啦，在欧洲在欧盟他们有更严格的规定，比方讲 wine W-I-N-E 这个东西，这个字呢，现在已经变成是葡萄酒的专属的字。但是我以前有提过，就是说在早期 wine 指的是发酵酒，就是发酵的酒。这发酵的酒呢，不一定是指一定是葡萄，你可能用苹果也可以发酵啊，用这个其他的莓果类也可以发酵啊。如果不能甜度不够，你就加糖嘛。当然这是跟产区规范是有关系的。可是因为葡萄酒它的历史最悠久，而且葡萄是一个非常适合酿酒的果实，所以它后来就独霸一方了，变成是wine 这个字就专门用在葡萄酒身上。不过到现在你还是可以讲说wine 是发酵酒，只是说如果你要特别指明它是哪一种原料，比方讲清酒的话，那通常你讲 sake 也是可以啦，但是 sake 那是毕竟是日本字嘛，正式的英文讲法叫做 rice R-I-C-E rice wine， 然后如果是啤酒的话，其实是 malt M-A-L-T 麦芽酒 malt wine， 但是啤酒就好像清酒一样，清酒叫 sake， 啤酒也可以叫 beer B-E-E-R。但是所有的发酵酒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糖分。第二个，你要有水分，水是一个溶剂哦，而且其实不管是酒精度再怎么，就是不管葡萄酒啊，或者是清酒，我这一阵子我们这个团体会拿到一个3倍型的清酒，然后酒精浓度可能会酿造到将近19度，那是非常高、非常 powerful 的清酒，我很期待，因为厂商下礼拜会把样本寄给我试喝。我这边就是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加入我这个团体，我这团体你们点选这个频道进去之后，其实我里面都有介绍，就是底下说明栏都有介绍我的网站，就是海恩的网站，那各位可以点进去。请注意哦，你一定要点选，不是只有关注哦，你要加入朋友，跟我成为朋友，你才可以收到讯息。为什么？关注你可以看到新的文章，但是旧的文章要朋友才能够看得到。那为什么要成为朋友呢？因为我这样我才能够确定你本身是成年人哦，未成年禁止喝酒嘛。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那我可以看得到你的资料，你可以看到我的资料，这样子比较不会出问题哦。那即便是我刚刚讲的19度的清酒，或是某些葡萄酒可以酿到15度甚至15.5度 Amarone 这种等级的很烈的酿造酒，不是蒸馏酒，我讲酿造酒，但是它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水嘛，80%几都是水，所以酿造呢，除了有糖之外，一定要有水。
这个水呢，可能是果实里面的水，或者是你以为没有水的米啊、麦啊这些麦芽这些东西，你就要额外再加水进去。但是其实这样讲是不正确的啦，因为米和麦其实里面都含有水分。我记得米的水分好像是17%还多少，还是30%，我忘记了。它不是完全干燥的。这个数字其实不重要，麦子当然也是这样子哦。我的意思是说，任何的果实类的东西，不管它是莓果类或者是谷物类的东西，里面一定有水。我再举一个例子，香蕉有没有水？香蕉你吃完香蕉通常都会觉得很渴，对不对？但是香蕉的水分至少有70%，人体的水分70%，但是你看得出里面都是水吗？所以生物都是这样子啦，就是它当然会有多或少的问题。像葡萄的话，90%几都是水嘛，我忘记是98、90几哦，反正很高的比例。那米或者麦芽这水分就比较少，所以因为你酿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然后你如果本身这个原料物没有水的话，你就必须要加水进去，所以水质会影响到在酿造，特别是谷物类的型的酒的时候，会占很重要的一个比重。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到 flavor 那个最后酿出来的风味，有软水、硬水等等的哈。那你说，那葡萄那个水分难道不重要吗？其实也是重要。讲葡萄酿酒的话，葡萄本身里面有果汁有水没有错，可是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它生长过程中那个根会往地下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听到一些爱喝葡萄酒的人会讲说封土就是根能够钻得很深，去吸收过这个土壤里面的养分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啊，甚至吸收到底下的水啊。那这些整个所谓的地形地势土壤这些东西，其实就造成了一个地形地势土壤风土哦，就是包含气候、微气候。那经由这样子吸收上来的水分呢，其实最后会进入到葡萄的果实里面。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用大一点的范围来看到所谓的酿造酒呢，基本上就是糖水，只是水是存在哪里，是在地里面，还是说我额外再去取过来的，然后最后再加上酵母菌。当然，这个是如果是糖已经准备好的话，比方讲葡萄，可是有些糖，它并不是以葡萄糖、蔗糖、果糖、单糖的方式存在，它是以双糖的方式存在，或者是多链的这种糖多糖体，那你就要把它分解开来。比方讲像麦子或者是米，那在分解过程中呢，还需要另外一种菌来做处理，这个叫做曲菌。曲菌的作用把双糖或多糖把它分解开来变成单糖，它就会变成跟葡萄糖一样，这样开始加水进去就可以开始酿造。我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讲一些之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呢，其实是要让各位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之后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什么东西呢？我最近在全家便利商店看到的这个各位看到是反过来的没有关系，但是这是工匠的匠，然后上面写的是永续啤酒，永远永续啤酒然后它翻过来这边有这个
有一点看不懂没有关系哦，你可以截图，然后再把它左右把它反过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里面写的就是说，这种啤酒呢，这个上面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吐司啊，这个是吐司哦，吐司。什么叫酱吐司？各位如果去全家便利商店就可以看到有那种酱的那个吐司面包。那种面包通常都是会把那个边角就切掉，只留中间白色的部分嘛。所以这个金色山脉这个台湾的自有厂牌呢，它是把跟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合作，把这个酱吐司呢，那个吐司叫酱吐司嘛，把这个酱吐司的吐司边呢收集起来之后呢，它上面写说，用全家的这个酱吐司的面包的吐司边，然后经过麦芽，它还有再加麦芽哦，麦芽其实就是啤酒啦，麦芽、啤酒花、酵母，然后去酿造成这一罐啤酒。酿造完这啤酒呢，最后一定都会有酒粕嘛。我讲过，只要酿造酒都会有酒粕。它酒粕呢，又可以拿去使用在，怎么去使用在制作面包，我是不晓得啦。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增加味道的丰富度哦，因为酒粕其实味道很重，所以不可能全部都用酒粕来做面包，那也不那说不通的哦。他这样讲了，其实是行销味道是很重的，但是我还没喝，我不晓得哦，会不会面包味很重，我不晓得。但是其实各位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他虽然讲的是用吐司边来做原料，但是呢，我刚刚也提到说，他这边有提到说有加麦芽，然后酵母当然是有。什么叫麦芽？新勾梦那个麦芽其实就是酿啤酒的原料嘛，所以基本上呢，你觉得它是以麦芽为主呢，还是以边角料的这个吐司边为主？当然是麦芽为主。那个边角料的吐司边比较像是行销在跟你讲说，我把那个吐司边，我猜他们一定是进水把它泡烂了之后，再把它可能打成浆之后呢，那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淀粉，它把它掺入这个麦芽里面。麦芽也是啤酒，我已经讲过它发酵的过程，这边我就不赘述了。就是说，把它加进去，等于是增加更多的淀粉在里面，然后再去进行做发酵的动作。不过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刚刚有提到说，以清酒来讲，它也需要曲菌来把这个淀粉把它分解为单糖，酵母才能够吃单糖去进行发酵嘛。那这个如果是把麦芽或是把这个吐司边把它丢进去的话，那它要怎么去发酵？因为麦芽本身呢，它就会产生可以特殊的酵素，就是糖化酵素，它可以分解淀粉，它的作用就会跟曲菌产生的这个酵素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啤酒没有什么秘密，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对，就像他讲永续啤酒，他把这个边拿去增加这个酿造过程中，你可以讲说它增加风味。另外一点就是可以讲说，其实它是节省了成本，对不对？但是我们往好的方向想，就是增加风味，而且是减少浪费。然后第二个是它剩下制作完了之后啤酒压榨出来，剩下那个啤酒粕，它还可以再把它当做调味料加入，在制作吐司的过程，所以它称为永续的循环的啤酒。这啤酒我还没有喝，刚推出而已，我也不是替他们打广告，只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因为我不晓得日本有没有，但是在台湾第一次看到。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各位看得到这个地方，这边这个地方，这边还有一瓶啤酒
这个啤酒呢上面一大堆马卡龙，它是啤酒，不是马卡龙。那号称是水果的，有加那个什么草莓啊什么那些东西的味道在里面。这我就不讲了，是调味型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点像调味型的啤酒，因为是以麦芽再加上这个吐司边。那我这边做一个结论，15分钟到了，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特殊呢？它是很特殊，没有错，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麦芽。但是呢，你会不会觉得它很特殊呢？我不会觉得它很特殊，我觉得它这是一个特殊的做法，没有错，但是没有特殊到那种说，哇，这个真的是神来一笔。以环保来讲，当然是这样子；永续啤酒的观念来讲，当然是这样子。但是我这边只是直接点破，就是说，各位如果去看台湾的其他的啤酒，金牌啤酒，甚至其他私人啤酒厂所酿造的啤酒。金牌啊，18天啊什么的，除了少数，真的除了少数，包括日本啤酒也是一样哦。除了少数是单纯用麦芽来酿造的麦芽酒，就是纯粹的啤酒、麦子酒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像这样的做法，只不过它加了不是加吐司边，它会加的是米，台湾的米。日本会加日本的米进去，当然这米有处理过，要蒸熟，然后丢到里面去。为什么？因为纯粹用麦子酿造的酒了，麦的味道会很重，所以在西方洋人西方世界他们的啤酒比较偏向于就是麦子的味道，但是在东方呢会加入这个淀粉，就是米的部分来你讲好听一点，就是说可以让它降低这个麦子的味道，让喝起来比较清爽。但是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因为不管是日本应该是还好，日本的麦子比较多，但台湾的麦很少，台湾的麦好像只有中部那边，我记得好像台中还是云林还是嘉义那边有一块麦田嘛，大部分台湾都是以米为主，因为麦子是属于温带的。稻子也是温带的这个禾本类的植物了，但是它更适合亚热带、温带、亚热带，但是麦子纬度要再高一点，所以在日本呢，单纯用麦子酿造的啤酒有不少，但是台湾呢比较少。如果你有注意去看这个公卖局的话，当然也有台湾的本土小厂商也有这样做，但是公卖局最早有推出所谓的小麦啤酒，那瓶子颜色我记得是黄色的，各位可以去看，那个喝起来的味道就会跟我们喝一般不管台啤、金牌、18天那味道不太一样。简单讲就是麦子的味道会比较重，那加淀粉下去呢，加米进去呢，还可以除了说减轻它的味道，不会麦子味道这么重之外，比较合东方人的口感之外呢。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是产米的大国，包含日本也是，所以加米下去呢，其实是减轻成本，特别是对台湾来讲，因为我们的麦子要进口啊，稻子是种太多，现在都有些地方都要强迫休耕啊，所以以前台湾的米就是很多，所以台湾的米是有一部分是拿来做啤酒用的，当然不是主力，各位去翻开后面看就知道了哦。所有的啤酒几乎90%，可能99%吧，都有加米在里面。那10几年前呢，台湾的 bar 或者是啤酒，或者是咖啡馆有流行那种猫头鹰什么啤酒啊，然后它有加紫米啊，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颜色不一样啊，大家觉得很新奇。其实那一点都不新奇，它跟这个加吐司边没有差多少，它跟加单纯的台湾的粳米、白米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只不过它加的是有颜色的那种紫色的米，或者是黑色的那种米哦，然后让颜色做了改变，就是这样而已。其中目的都是为了要取淀粉，但是我可以跟各位提哦，如果你加了那个是比较
我们有梗米跟那个鲜米嘛，鲜稻嘛，鲜稻就长长的泰国米那种啊，那种的话，因为长链蛋白质比较多，它是蛋白质含量会比较影响到啤酒的风味，所以一般加梗米的味道会比较好。大概就是这样解释这罐啤酒来历，各位可以去买买看，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买了1瓶，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喝。这一期讲的比较快，然后讲的应该也不会很深啊。那很快录完这一集，我怕这个是季节限定，所以先录，各位可以去找找看，在全家便利商店有。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拜拜。